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韩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福福 Chinese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朋友都很关心的话题：怎么一个人在家练习说中文呢？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并不简单，对吧？很多人都觉得我不在中国，在我住的地方也没有人会说中文，那我怎么练习说中文呢？可能你也还没准备好到网上找陌生人，用中文跟他聊天。要是你跟我一样还有点害羞，那就更难了，对吧？所以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方法，让你就算在家也能自己练习说地道中文。先来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的中文说的怎么样呢？你是不是已经学了很久，但还是不敢开口？你可能会想，哎呀，我的声调好像不标准吧？我知道的词是不是太少了？我要是说错了怎么办？你可能也有过这种想法，我的发音还不完美怎么敢开口呢？是不是？但其实我想告诉你，这些想法根本不对，你完全没必要担心这些，因为能说好中文的关键其实不在于你的发音是否完美，也不在于你会不会犯错，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说，你能不能坚持说下去。接下来我就来告诉你为什么。想一想，你知道那些行业里的大牛吧？比如姚明、成龙，大家都知道吧？你觉得这些人他们一开始就很厉害吗？绝对不是，他们一开始也都是菜鸟。要知道，姚明刚开始打篮球的时候，他也会投不进球。成龙刚开始练功夫的时候，我猜他的动作一定也很笨拙，对吧？肯定有很多失误。好，问题来了，既然一开始大家都会做得不好，那为什么有些人后来变得很厉害，而有些人却停在了原地呢？其实差别就一个，行动。所以呢，关键就是无论学习什么新东西，一开始都会做得很差，差到连我们自己都嫌弃。我们一定会犯错，但这也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。要想变好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做，继续练，继续坚持。只要你不放弃，你一定会看到进步。我发现会说好中文的人，一般一开始说的也不怎么样，但他们一直坚持学习，不断练习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就算现在他们说不好，只要一直学，一直练，总有一天会变好的。所以呢，他们每天都练习说中文。而那些放弃的人呢，只是因为不愿意坚持下去。他们可能一开始学了一点中文，练了几天，觉得没什么用，然后就忍不住自我怀疑了。中文不适合我，太难了，我做不到。然后他们就不学了，他们就放弃了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想说好中文，现在就开始行动吧。你不用去中国，你也不用等什么机会，你在家里就可以自己练习。开始的时候如果说的不好，没关系，这太正常了。谁一开始都不完美嘛。大家是不是想问我，那我该怎么练习呢？我之前见过很多学习者，他们真的很努力，整天学语法、背新词，可是他们的口语进步很慢很慢。为什么呢？其实不是他们不够聪明，而是方法不对。今天我来告诉大家的这个方法，一个可以高效练习说中文的方法，
你不用去中国，你自己一个人在家就能练好中文。首先呢，我们要记住一个重要的秘诀，如果你想说好中文，你得先让脑子习惯中文，让它成为潜意识的一部分，这是你流利说中文的关键。那什么是潜意识呢？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，其实意思非常简单，就是你不用想太多就能自然完成的一种能力。比如骑自行车，你会一边骑一边想，我是先动左脚呢，还是先动右脚呢？你根本不会去想这些的，你就骑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再比如说，如果你学过钢琴也是一样的，你不会每弹一个音之前都去想，我的手指该放哪儿，对吧？你不会这样想。说母语也是一样的，你根本不用去想什么语法、句型什么的，但你的句子说出来的时候就是对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你的大脑早已经习惯了。所以如果你想要说好中文，就要让它变成大脑潜意识里的一种习惯，像母语一样自动自然的说出来。那怎么才能做到呢？这里我想告诉你一个事实，养成潜意识的习惯不是靠背语法学来的。你读语法书，看很多语法课，你得到的其实是另一种能力，叫做有意识认知。这种认知方式需要你边说边想，可问题在于你和别人对话的时候，你是没空去想语法的，是不是？对方问你一句话，你要立刻回应才行。你可能背了非常多的语法，什么声调句型量词你都懂了，可是你一说话脑子就乱了，因为你要同时想说什么还有怎么说，结果你就卡住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口语练习光靠死记硬背语法肯定是不行的，而是要像说母语一样，我把它叫做潜意识学习。那什么是潜意识学习呢？是不是你睡觉时放中文音频就能学？不是的，其实这个意思是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学中文。比如说听中文对话的时候，你不是为了背语法，而是为了听懂意思。在你专注内容的同时，你的脑子就自动吸收语法和词汇了。你小时候学母语就是这样的，你不是去分析什么语法，你只是反复听了很多很多，然后大脑就自动掌握了语言规则。那现在我们怎么用这个方法来练习说中文呢？我的建议很简单，分3步走。第一步当然是多听，第二步自己跟自己说话，第3步是输入型的口语练习。先来说说多听大家都知道听是中文学习的一种常见方法，很多人都说多听中文，但是这真的有必要吗？你可能也会问我了，要是我只想练口语，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听呢？不是应该直接练说就可以了吗？其实即使你的目标是说好中文，如果不大量听，你根本不可能说得流利，说得地道。原因很简单，常听才能让说中文变得更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听得多了，你的脑子才能习惯中文的发音和结构。你得先听进去，你才能说出来。这样，当你和别人说话时，才不会慌。如果你听得少了，复杂的中文句式就会一直困住你，你会卡在造句用词各种地方。相反，常听中文，你就慢慢习惯了这种语言，它的各种表达，它的句式结构，它的发音声调你的脑子自动记住了中文这些很复杂的地方，你会记住它的声音感觉，就像母语一样。
下次啊，你说话的时候啊，根本不用多想，你的中文自然而然的就说出来了。那要不要读中文呢？如果能听又能读，当然更好。但如果你时间有限啊，我建议先把重点放在听上面。听能帮你熟悉发音、声调还有语气，这些啊都是流利说中文必备的。而且啊，你看带中文字幕的视频，其实也是在练习你的阅读。即使你专注于听啊，偶尔也能练习一下阅读。所以说啊，我想请大家尽量去多听中文内容，比如中文视频、播客、有声书、电影啊、电视剧啊都可以。那我该听什么中文播客呢？看什么视频呢？哪些内容最适合学中文？答案啊非常简单，你喜欢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旅游，你就去看中文旅游视频；你喜欢美食呢，你就去听中文美食播客；你喜欢功夫呢，那你就去看中文功夫电影。就这么简单，听你感兴趣的就好。千万啊不要为了学中文去看你不感兴趣的内容，那样的话学习中文就会变成一种负担。想象一下，我们逼着自己去做，去看不感兴趣的东西，时间一长啊，我们一定会分心，会感到无聊，最后可能就会放弃中文学习了。说到这里啊，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自己学英语的经验。我当初学英语呢，就是从我自己喜欢的内容开始的。我非常喜欢听英文歌，尤其是酷玩乐队还有泰勒·斯威夫特。坐地铁啊、排队等人的时候，我经常戴着耳机听歌。这些歌手的发音啊都很清晰，旋律也很好听。听的时候，我不只是听歌本身，我也会努力去听懂歌词。听到不懂的词，我还会记下来，再去查一查。查之前呢，我一般还会先猜一下意思。这样我一边开心的听着歌，一边就学了很多新词，还有地道的英语表达。所以啊，我觉得学习语言其实就是在探索一种新文化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文化很有趣，你就有动力一直学下去。比如啊，我小的时候我还特别喜欢哈利波特，每一部电影我都看过不止一遍。而且我最早开始看的其实是书，每次作者新书一出来啊，我都特别激动，特别着急的等着中文翻译。后来啊，我的英语好一点了，我就想我可以自己去看英文原著了呀。然后我就开始读哈利波特的英文原版书。因为我早就知道书里面的故事情节了，所以我发现在我阅读的过程中，我只需要学习一些生词就可以了。等我读完了7本哈利波特，我的英文真的进步了很多。其实学中文也是一样的道理呀。如果你喜欢三体或是甄嬛传这样的中国电影和电视剧，你完全可以试着读一读他们的原著小说，或者台词本也可以啊。你已经很熟悉这些故事了，而且你也很喜欢，这样啊就更容易坚持下去了。总之，学中文不要只想着学，得先让自己享受其中的乐趣，这样啊才能坚持更久。还有一点啊，想要提醒大家，特别重要的一点，学说中文的时候要少看语法。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了，为什么要少看语法？语法难道不重要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你们在网上会看到很多中文语法类视频，但是啊，我真心建议大家，如果你想中文说的流畅地道，要少看甚至避开这些枯燥的语法视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看这些内容很容易养成说中文的时候先想语法的坏习惯。我们说母语时从来不会先想语法再开口，对吧？我们追求的是要像说母语一样自然的说中文。所以啊，请记住，多听多看你喜欢的中文内容，
少看语法类视频。既然要多听了，那么每天到底听多久中文合适呢？我的建议是，你有多少时间你就听多久。面对一门新的语言，最好保持大量输入，这样才能慢慢熟悉它。你听得越多，进步就越快。当然了，我也知道大家都很忙了，不可能每天抽出来很多时间。那怎么办呢？其实我有个法子，就是把听中文融入你的日常生活。如果你的听力已经很不错了，不需要一直盯着字幕看，你就可以一边做事一边听。比如健身、做家务、走路、跑步、通勤、排队的时候，这些时候你都能戴上耳机来听一听中文。我认识的很多成功的语言学习者就靠这个方法，每天都能轻松听满30分钟，几乎不需要额外安排任何时间。不过要注意了，尽量不要在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工作和学习时间听，因为那样就会让你分心。你可以在做一些简单的机械的事的时候听，这样听中文就不会专门占用你的空闲时间，你就能轻松的积累中文的输入量了。听得多当然很重要，但要让口语进步，你还需要正确的练习方式。说中文要敢开口说出来才行。现在好像又回到我们开头的那个问题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身边没有人能用中文聊天，怎么办呢？别担心今天我分享给你的几个好方法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第一种最常见的练习方法是多自言自语。具体怎么做呢？你想一下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正在做什么？有什么感觉？或者有什么想法？都可以自言自语，大声说出来。比如如果我用这种方法练习说中文，我会这样说：我在散步，天气真好，两个人在我前面跑步，我走在树下，路边上有些红色的、紫色的花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了。除了说说自己正在做的事，还可以聊一聊你的兴趣爱好。这是个非常棒的练习方法，特别是刚开始，能帮助你马上开口练习。但我还要提醒你，不能只用这种方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有2个问题。第一，你只会用已经掌握的词，这样你不会学到新词。第二，如果你的语法、声调本来就有点问题，这种练习不会帮你纠正，反而可能加深错误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想更快的说好中文，除了日常自言自语，还可以试一试第2种很有效的方法，就是输入型的口语练习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用中文母语者的材料来练习，比如中文视频播客电视剧电影任何有标准中文的音频或视频都可以。这种方法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能让你不断接触到正确的词汇、声调和语法，避免错误表达。这个特别好用的练习方法就是模仿。怎么做呢？你听我说。第一步，先找一段中文母语者的音频或者视频，语速不能太快。第2步，先听一遍，确保大部分内容你都能听懂，先不要着急跟读。遇到不认识的词先查一查意思。如果内容特别长，你也不用全练，先练前3到5分钟就可以了。第3步，从头开始播放这个音频或视频，听几个词，暂停一下，然后大声跟读。记住不要等到整句说完再跟读，这样你更容易模仿准确。模仿的时候不仅要跟着说，
还要学对方的节奏、声调和语气，尽量做到一样。第4步啊，等你的水平提高了，可以尝试更难一点的挑战了。比如一次记住整句话，然后再重复。当然，如果句子太长，你记不住啊，你也可以用自己的话再说出来。我来举个例子啊，这个句子：秋天的傍晚，独自在公园散步，很舒服。你可以试着简化成：秋天晚上，在公园走路很舒服。或者干脆说，公园散步很好。这种换句话说的方法特别有帮助，能让你在卡住的时候啊，快速找到其他的表达方式，不会一直停在那里。好了，方法介绍完了，大家记住啊，所有口语练习都要有高质量的输入做支撑才行，这样你才能不断吸收正确表达，让自己的中文越来越自然，越来越地道。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刚才说的那些练习方法。第一，多听，保证高质量的中文输入，让中文融入你的日常生活。第二，自言自语，给自己找机会说中文。第三，配合模仿练习，跟着母语者学，这样你的中文会越来越像母语者，说的越来越流利，越来越地道。现在方法我都给你讲完了，接下来我想给你一个挑战。今天你听完这个播客之后，你就用中文来说点什么，一个人说就好，说什么都可以。讲一讲你今天做了什么，昨天发生了什么事，或者复述一下你今天听到的这些内容。在做这个挑战之前，请你记住2件事。第一，刚开始一定会说的不怎么样，这很正常，放心。你可能会犯错、卡壳，甚至说的别人根本听不懂。没关系，这非常正常，大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。第二，坚持每天说。今天说的不好，没有关系，现在不代表未来。只要你坚持说，坚持练，我敢保证，你的中文一定会越说越好。现在想象一下，有一天你和你的中国朋友在一块聊天，你不用翻译，也不用想什么语法，你看中文电影，能明白里面所有的笑点，你甚至可以用中文完整的说出自己的故事。关键是不要等到准备好了才开始，因为你永远不会觉得准备好了。真正的准备就是现在去做。所以要想说好中文，其实秘诀很简单了，记住3件事。第一，千万不要怕说错。第二，多听自己喜欢的内容。第三，坚持每天练习。好，那么从今天就开始吧，哪怕只是听10分钟，说2句话，你已经比昨天更好一点了。每天这样坚持下去，中文流利的一天指日可待。加油加油！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的节目别忘了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。最近有朋友问我这个频道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好我今天就来解释一下。福就是福的意思。在中国呢，过年的时候我们会在门上窗户上贴上一个大红色的福字，特别喜庆，特别有节日感。你看这个福字就是我去年过年的时候贴上的，而且你发现没，这个福字是倒着贴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倒和到是同音，福倒着贴，意思就是福到了，也就是好运来了。希望这个频道能像这个大红福字一样，把好运和快乐都带给你。好了，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给我点个赞。
如果你能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那些也在学中文的朋友们，我会非常开心。还有如果你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问题、什么难题，或者你有什么成功的学习经验想要分享给大家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拜拜，下次见。